在某些美國社區，讓你惹上麻煩的不是槍，而是一顆西紅柿。具體點說，是長在你家前院的西紅柿。這聽起來像個笑話，但你沒聽錯。一些地方的市政法規或者社區自治規定，就是不允許你在前院種那些能填飽肚子的東西。理由有碍觀瞻，拉低社區格調。同樣的邏輯還適用於收集雨水。在科羅拉多這類地方，法律一度嚴格到你房頂留下的雨水都不完全屬於你，因為100多年前的優先占用權理論認為，那水早就許給下游的某個農場主了。你看這事兒有意思的地方在哪？他提出了一個直擊要害的問題，在一個人們都在談論所謂斬殺線，也就是那條能因為一次小小的意外就把人从中产生活里徹底踢出去的无形規則的國度裡，為什麼整個系統會更害怕你有一個能種菜的小院子，一個能接水的塑料桶，而不是你有一把 AR-15 呢？很多人聊到美國窮人的困境時，總喜歡談那些戲劇性的瞬間，一張巨額醫療賬單，一封裁員通知信。沒錯，那些都是把人推下懸崖的最後一腳。但我想說的是，在那一腳踹過來之前，這個系統早就花了大力氣，把你腳底下所有能站穩的地方都給挖鬆了。這場隱秘的戰爭就是針對自給自足能力的全面绞殺。想想看，一個現代人想要低成本的活着，基本要素是什麼？無非是吃住用。而美國的社會規則在底層設計上，就是要抬高你獲得這一切基本要素的門檻，逼着你只能用一種方式去獲取它們，花錢，而且必須是持續的，不能中斷的花錢。前院不准種菜的規定就是這個邏輯的完美體現。它傳遞的信息非常清晰，你的土地首先要服務於社區的整體資產價值，也就是那個虛無縹緲的市容，然後才能考慮你的肚子。食物的來源應該是超市貨架，是你用勞動換來的工資買回來的商品。你不能繞開這個循環。一旦你開始在自家院子裡種糧食，你就不分地脫離了這個消費閉環。系統不希望看到這個。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能源。為什麼推廣太陽能板如此緩慢，而且經常受到電力公司的阻撓？為什麼修補自己的東西，而不是買新的，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整個商業社會的根基就建立在你持續購買這個行為之上，任何形式的自給自足都是對這個根基的腐蝕。這套體系最厲害的地方在於，它把這種依賴性包裝成了現代生活的標誌。它讓你覺得能隨時去超市買到任何產地的蔬菜是一種進步，家裡壞了任何東西都有專業人士上門維修是一種體面。它用便利性和專業化悄悄替換掉了你生存的本能。結果就是，當危機來臨，比如你失業了，收入來源斷了，你會猛然發現自己像個被拔掉電源的机器人，瞬間癱瘓。你沒有任何緩衝地帶，你不會自己種糧食，不會修東西，甚至連收集一點免費的雨水來澆灌後院偷偷種下的那幾棵蔥，都可能面臨鄰居的舉報和社區的罰單。說白了，這個系統花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把你從一個有獨立生存能力的人改造成了一個高度特化的零部件。你唯一的技能就是在某個崗位上創造價值，然後用換來的錢去購買其他零部件生產的服務。這種改造的最終目的就是確保你不敢輕易離開牌桌，因為一旦離開，你就一無所有。他不是怕你餓死，他是怕你餓不死。一個總有辦法填飽肚子的人是很難被徹底控制的。只有當你的一切生存所需都必須通過那個唯一的阀门金錢來獲取時，控制這個閥門的人才真正控制了你。如果說鏟除自給自足的能力是挖鬆地基，那麼接下來的設計就是給你套上幾副精心打造的枷鎖。這些枷鎖平時不顯山不露水，甚至看起來像是你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但在你人生稍微踩空一步的時候，他們會瞬間收緊，把你拖進深淵。我認為有3副這樣的枷鎖構成了美國社會對個體最核心的控制架構。第一副枷鎖，信用分，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良民證系統。一個簡單的3位數，卻能像一個數字幽靈一樣控制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想租個好點的房子，房東要看你的信用分；你想找個體面的工作，有些雇主也要參考你的信用分；你想辦個手機卡，開通水電煤氣，甚至買份汽車保險，都和這個分數掛鈎。坦白講，這東西的設計初衷聽起來很美妙，用一個客觀的數字來衡量一個人的信譽，讓交易更安全。
但現實中，它早就變成了一種無孔不入的社會規訓工具。它像一根無形的鞭子，時刻提醒你按時還款，不要逾期，不要有任何污點。因為任何一個微小的失誤都可能讓你的分數一落千丈，進而讓你在社會上寸步難行。更有意思的是，這個系統存在一種結構性的不公。富人維持高信用分輕而易舉，而窮人哪怕只是因為一次意外的醫療賬單而逾期，都可能被這個系統打上不可信的烙印，從此進入惡性循環。信用分越低，你貸款的利息就越高，生活成本也越高，這讓你更難償還債務，信用分也就更難提升。它變成了一套窮人的精準懲罰機制。第二副枷鎖，就業捆綁醫療。把醫療保險和工作崗位死死捆綁在一起，是另一個天才的設計。這件事的起源很偶然，是二戰時期為了繞開工資帽吸引工人的一個花招，但發展到今天，它已經成了控制美國勞動者的最强力手段之一。你想想看，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對絕大多數美国人來說，失業不僅僅是沒了收入，而是全家都將失去醫療保障。在這個醫療費用高到荒謬的國家，這等於把一把槍頂在了每個打工人的腦袋上。你對老闆不滿意，你想換個工作，你對996感到厭倦，你先得掂量掂量，你敢不敢承受哪怕一個月沒有醫保的風險？你或者你的家人能保證在這段裸奔的時間裡不生任何病嗎？一次闌尾炎手術，一場小小的車禍，就足以讓你之前所有的積蓄灰飛煙滅。所以這份工作無論多不合理，多讓你受氣，你都給忍着，因為你失去的不僅是一份薪水，而是整個家庭的生存權。這就把勞資關係從單純的僱傭變成了一種近乎人身依附的關係。你的老闆在某種程度上掌握着你家人的生殺大權。第三副枷鎖，隨時解僱。這副枷鎖是前兩者的加強器。除了蒙大拿州，美國幾乎所有州都默認隨意僱傭原則。簡單說，就是老闆開除你，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今天他看你不順眼，明天你就可以卷鋪蓋走人。這套制度徹底剝奪了勞動者的安全感。它與信用分系統和就業捆綁醫療相結合，形成了完美的化學反應。你看這個邏輯鏈條，因為隨時可能被解僱，所以你必須戰戰兢兢，不敢有任何忤逆老闆的行為。因為你的醫保和工作是捆綁的，所以被解僱的後果是災難性的。因為信用分系統無處不在，一次被解僱導致的財務危機會進一步毀掉你的信用記錄，讓你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都難以翻身。這三個枷鎖環環相扣，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它不依賴於暴力，卻能實現最有效的控制。它讓你自己管好自己，讓你把所有的精力和焦慮都內耗在保住工作、還清賬單、維持分數這個永無止境的循環裡。你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這個系統本身是不是出了問題，而這一切之上還懸着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那就是系統性的經濟危機和大規模裁員。你做得再好、再順從，也無法保證自己不被這把劍砸中。這就給整個社會注入了一種底層的揮之不去的焦慮感。現在我們把唐納德·特朗普放進這個已經高度緊張的系統裡，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按理說，特朗普的崛起是基於他對這個建制派系統的猛烈抨擊。他把自己塑造成了那些被遺忘的、在恐懼中掙扎的鐵鏽帶工人的代言人。所以很多人會以為他上台後會去拆解這個制造恐懼的架構，但這恰恰是最大的誤讀。特朗普和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非但沒有拆解這個架構，反而把它變成了一個更好用的加速器和篩選器。他的策略不是消除焦慮，而是利用和激化這種焦慮，並將其轉化為自己的政治燃料。我們不妨琢磨一下，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在政策傾向上延續甚至強化了放鬆金融監管、削減環保規定、打擊工會力量的路線。這些做法在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下，實質上是在做什麼？第一，它讓工作變得更不穩定。放鬆監管意味着企業可以更輕易地將成本轉嫁給工人和環境，裁員的門檻更低，工人的議價能力進一步被削弱。隨時解僱這把刀變得比以前更鋒利了。第二，他在試圖削弱本就脆弱的社會安全網。對奧巴馬醫改的持續攻擊以及對社會福利開支的質疑，都在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國家不會為你兜底。
你從懸崖上掉下去的時候，下面不會有網，只會有石頭，這就進一步加劇了必須保住工作的恐慌感。第三，他將系統性的經濟問題巧妙地轉化為身份政治和文化戰爭，這才是特朗普最高明的地方。他告訴那些焦慮的白人藍領，你們之所以活得這麼累，這麼沒有安全感，不是因為信用分系統，不是因為醫療捆綁，不是因為華爾街的貪婪，不，那些太複雜了。真正的原因是移民搶了你們的工作，是覺醒文化腐蝕了你們的價值觀，是遙遠的中國偷走了你們的工廠。你看，他提供了一個簡單的多的靶子，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轉移支付，把你對複雜經濟結構的恐懼轉移到對具體人群的仇恨上。這套敘事非常有效，因為它不需要你動腦子，只需要你動感情。這麼一來，整個恐懼架構的性質就變了，它不再僅僅是一個經濟上的控制工具，更成了一个政治上的篩選工具。特朗普實際上是在對民眾說，我知道你們很害怕，這個系統隨時可能碾碎你們，但別擔心，只要你們緊跟我的步伐，認同我的價值觀，成為我們的一員，我就會保護你們。至於那些不認同我們的他們，就讓他們被系統碾碎好了。他把掉下懸崖這件事從一個隨機的經濟風險變成了一種帶有懲罰性質的政治後果。那個所謂的斬殺線在他手裡變成了一條劃分敵我的政治紅線。他利用了人們的恐懼，然後把自己包裝成唯一的救世主。他不是要砸爛這台制造恐懼的機器，他只是想拿到這台機器的遙控器。聊到這裡，一個終極問題就浮出水面了。既然這個系統如此壓抑，如此不公，為什麼美國沒有爆發更大規模的反抗？為什麼那些在懸崖邊掙扎的人選擇的是默默忍受，甚至是相互攻擊，而不是攜起手來把建造懸崖的人推下去？答案藏在兩個詞裡：羞辱和原子化。這個系統最陰險的設計，就是它成功地將一個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偽裝成了一個個孤立的個人失敗。你想想，在美國文化裡，成功的定義是什麼？是靠個人奮鬥實現美國夢。那麼反過來，失敗的定義自然就是你不夠努力，你不夠聰明，你做了錯誤的選擇。所以，當你失業了，當你因為還不起賬單而信用破產，當你最終流落街頭時，這個社會給你的第一個反饋不是同情，而是羞辱。人們會下意識地認為這是你自己的問題，是你沒有規劃好財務，是你沒有掌握一門好手藝，是你年輕時不求上進。這種強大的內歸因文化是撲滅反抗之火最有效的熄火器，它讓你把所有的憤怒都指向自己，而不是指向那個不合理的制度。你不會去質疑為什麼醫療費那麼貴，而只會懊悔自己為什麼沒買更好的保險。你不會去挑戰為什麼老闆可以隨意解僱你，而只會責備自己為什麼沒有更努力地討他歡心。羞辱讓貧困成了一種原罪。在此基礎上，系統通過一系列設計，將每個人都打成了一座孤島，也就是原子化。你的鄰居不是你的戰友，而是你的競爭者。他的院子比你整潔，可能會讓你的房價升值，但如果你在前院種了一顆玉米，影響了市容，他可能是第一個打電話給社區的人。你的同事也不是你的夥伴。在隨時解僱的恐懼下，你們之間是潛在的零和博弈。當裁員名額有限時，他活下來可能就意味着你出局。就連你的家人在這種巨大的生存壓力下，關係都可能變得緊張，因為任何一個成員的意外都可能拖垮整個家庭。整個社會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暗的森林，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活着，不敢發出任何聲音，同時警惕地盯着周圍的每一個人。人們失去了橫向連接的能力，失去了組織起來形成集體力量的可能。大家有沒有發現，美國社會最弔詭的地方就在於它極度鼓吹個人主義，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徹底扼殺了真正的個性。當每個人都被迫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一場無休止的生存競賽中時，哪還有空間去發展真正的自我？你不是在為你自己而活，你是在為那個信用分數，那份不能失去的工作，那張隨時可能作廢的醫保卡而活。所以，沒有反抗，只有崩潰。沒有起義，只有絕望的槍擊案；沒有團結，只有社交媒體上相互的指責和謾罵。人們的怨氣和精力都被引導到了這些安全的、不會動搖系統根基的渠道裡，完美的釋放掉了。說到底，這個系統並非要從物理上消滅窮人，那太不文明了。
他真正要做的是從精神上徹底阉割掉一個人成為窮人之後還能理直氣壯地活下去的權利。真正的殘酷不是把人推下懸崖，而是在懸崖邊上畫一條線，然後告訴所有人，任何掉下去的人都是自取其辱，